嘿，大家好，我是 PJ，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前几天在 Netflix 上面看了一个犯罪纪录片，叫做 Maternal Instinct， 中文翻译叫做母性本能。我看到了一个预告片，然后就非常好奇，我就点进去看了整部片子。我实在不敢相信我到底看了什么，这种剧情要我虚构我也想不出来。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夸张的案子。2020年的10月早上，在德州的一条公路上，一名州警忽然间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子开得扭扭歪歪的，忽快忽慢，于是州警就把这台车子给拦下来了。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个女生，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她在被拦下之前呢，在911的报警电话里面说着后面有一台警察正在跟着我，我需要一台救护车，我手上有一个刚生出来的孩子。赶到现场的州警马上就为了那个婴儿做了 CPR， 而那条脐带看起来就像是从她身上连出来的一样。救护车后来就把这个女生还有这个婴儿一起送到了医院里。可是到了医院以后，故事就整个超展开。医生在检查她的时候，完全没有找到她有生过小孩子的迹象。之后那个医生还做了一个超音波检查，就发现这个女生根本就没有子宫。但问题就来啦，这个小孩到底是谁生的？这个在公路上崩溃大哭的女生叫做泰勒，她在1992年的12月出生。案发的时候她大概只有27岁。关于她的童年呢，外界知道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她的弟弟曾经在法庭上说过，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小时候就离婚了，而父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非常的疏忽。他说到，当爸爸忙着追求其他的女人或者是沉迷于药物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孩子无视在一旁。在这种家庭下长大的泰勒，在17岁的时候就当了妈妈，生了第一个孩子。在和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分手以后呢，他很快的在21岁的第一段婚姻期间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在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只有21岁的泰勒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决定去做输卵管的结扎手术。之后在2015年，他在一次的子宫外孕并发症以后，接受了切除子宫的手术来排除生命危险。也因为这样，在这个手术以后，她其实是不可能会怀孕的。一个不能再怀孕的身体，就像她是一个非常渴望被爱、非常渴望别人注意力的人，这也导致她后来必须要用一个一个的谎言来填补出她想要过上的人生。在这个手术以后呢，她出现了各种怪异的行为哦，像是当她有一个朋友怀孕的时候，泰勒就突然间对她非常的关心。一开始泰勒想要帮她举办小孩的性别揭露大会，这看起来很正常。一开始那个朋友没有想这么多，但是之后他要想跟这个朋友一起去做超音波的检查，他想要知道这个朋友每一次去跟医生约诊的时间，因为他每一次都想要陪这个朋友去医院。之后他还跟那个朋友说，他想要登入他的怀孕 APP， 以便追踪他朋友怀孕的进度。最终他跟这个朋友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怀孕了，你们可以帮我怀我的小孩子吗？我会给你们5万块美金。朋友们听到以后非常怀疑，因为泰勒其实已经有2个小孩了，但是他连这2个小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为什么还想要第3个孩子？而且这2个朋友在听到这个请求以后就觉得有点毛毛怪怪的，于是他们就开始与泰勒慢慢的疏远，最终就结束了他们的友谊。泰勒怪不止怪在这些，他还曾经传给他妈妈简讯，拜托妈妈把子宫捐给他。在2019年第2次离婚的不久以后，泰勒在一场牛仔竞技的活动上认识了一个叫做韦德的男人。韦德是一个标准的乡村男孩，他做过屋顶工、焊接工，也是当地的野猪猎人。2人一见面就擦起火花，2019年就开始交往了。表面上泰勒个性开朗，非常讨人喜欢，但韦德身边的人却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韦德的母亲后来回忆到说，他看得出来泰勒跟韦德是想要一段亲密关系的，但是他看不出来他儿子是真的想要这段关系吗？而且他还看到许多红旗，就是 red flags， 就是警讯。其中一个就是泰勒连自己2个小孩子的监护权都没有，而事实上泰勒在跟第一任丈夫的离婚协议当中，是他主动放弃了儿子的监护权。泰勒还是对外宣称他是含着金汤匙出来的千金，他即将要继承石油还有天然气的大量权利金。他甚至还说自己是布雷克本糖浆的财富继承人，还拉着男朋友韦德去看了一栋2000万美金的房子。这一切都已经是非常瞎的谎言了，但是最扯的谎言不是他很有钱，而是他骗全部周遭的人说他怀孕了。由于韦德对他之前子宫切除的手术并不知情，加上说泰勒的朋友已经跟他翻脸了，所以整个朋友圈里面韦德也不认识任何以前泰勒的朋友，所以这个谎言有没有马上的被猜出
穿，所以这个时候泰勒就开始精密的演戏，为了看起来很逼真，他就去买了细胶制的假肚子，他还上网买了很多伪造的超音波照片来显现出好像真的是他去怀孕了。非常喜欢周遭注意力的泰勒呢，甚至还办了性别揭晓派对，拍了孕妇写真，还帮肚子的小孩都挑好了名字，甚至他们还布置了一个婴儿房，就在等这个小孩的到来。他在社群媒体上呢，也会不断的分享他的孕期进度，买的各种婴儿衣物啊，还有育婴用品。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傻傻被骗着，像是泰勒的第一任前夫，其实有匿名的去警告韦德过，提醒他这场怀孕是假的。他还指控泰勒在长达7年的关系里面有过很多的不忠，并且对他们的儿子总是摆着一个很差的态度。那韦德的母亲呢，也曾经怀疑过这个怀孕是一场骗局，但是他也说到他的儿子韦德对怀孕是什么都不懂，所以韦德很快的就被泰勒给说服了。那韦德在整个故事里面听起来感觉是呆呆的，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的妻子怀孕他却完全都不知道？但纪录片他有说到，在怀孕的这段期间呢，他们两个是完全没有打枕头战的，因为泰勒觉得自己怀孕的身体不想要被别人看到，他觉得有什么妊娠纹啊他不喜欢。那韦德当然就没有多想嘛。那除此之外呢，泰勒在晚上的时候还会自己去浴室里面一待就是待1-2个小时。韦德当然也不疑有他，想说怀孕可能就是要在浴室花很多时间整理什么的，他也是什么都不懂嘛。结果其实泰勒在那个浴室里面就是一直在编这个谎言，他假扮成不同的律师、银行人员，然后他还有一些抛弃式的手机来伪造自己的身份。那等一下会谈到说他是用这些抛弃式手机拿来做什么的。那韦德虽然很傻，但是韦德的朋友也不是笨蛋啊。韦德的朋友也怀疑过，也告诉过韦德，他说泰勒在网络上 po 这些怀孕的照片，但是每一张怀孕的照片他肚子的大小都不一样，有时候他好像没什么肚子，有时候他肚子却大到好像他已经快生了。那在这个朋友跟韦德这样说了以后，韦德反而觉得他有点不爽，有点被冒犯了，于是韦德就开始慢慢跟这个男生朋友疏远关系。到了2020年9月底，泰勒口中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但是这个孩子却迟迟的没有出生。他先是告诉韦德自己在10月5号会在一家德州的医疗中心进行剖腹或者是催生，但是接着韦德的家里却发生了一场火灾，那间医院又收到了一个炸弹的威胁于是泰勒就改口说他要改到奥克拉荷马的一间医院生产，日期就定在10月9号。2020年10月9号早上，泰勒先把韦德给支开，他用一支不同的手机号码来伪装成要跟韦德买猪的买家。韦德开车开了2-3个小时，终于到达了买家的地方。买家却跟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联络你说我要买猪啊。”韦德就这样给他看了他的手机号码。那个买家说：“奇怪，这不是我手机号码我不知道这是谁。”韦德在这样被支开的过程中，泰勒悄悄的开车去了一个女性的家里。这个女性叫做雷根，她出生在1998年的11月14号。案发的时候，她只有21岁而已。她是一位妻子，也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妈妈了。家里那时候还有一个在学走路的小女儿，而这样的她正怀着第2胎，马上就要生产了。认识雷根的人都说她非常温暖，有包容心，是那种能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被接纳的女孩。而她和泰勒的缘分是怎么产生的呢？泰勒其实一直有在经营一个副业，就是摄影。2019年9月，他替雷根拍摄了婚礼、婚纱照，还有订婚照。雷根的家人在案发以后回忆到，泰勒在婚礼上都会把自己硬挤到一些庆祝的场合里，像是他会出现在婚礼的自拍里，表现的好像他们是好朋友一样。那婚礼之后呢，雷根跟泰勒是真的越走越近雷根也开始慢慢把泰勒当作他的好朋友。而最讽刺的是，当有人质疑泰勒的怀孕时，雷根甚至还会站出来帮他说话。到了2020年10月，雷根自己已经怀孕35周了。在悲剧发生的2天前，雷根跟泰勒还有一起出去玩。2天后，雷根的妈妈拨不通女儿的电话，她赶到了女儿的家，她一边敲门一边喊着女儿的名字，但是屋里却毫无反应。于是他就进到了屋子里，他也就在屋子里面发现到他的女儿已经去世了。悲伤的他马上打电话报了警。警员进屋子以后，就发现到雷根脸朝下的就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屋内的地板、家具、墙面甚至家电上到处都是血迹。当救护人员把雷根的身体翻过来的时候，警方发现到他的腹部有一道巨大的切口。与此同时，刚刚说到在公路上崩溃的泰勒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去到了医院。警方就这样把2个案子连接起来，开始询问泰勒。一开始他在那边装傻，假装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面对了种种对不上的证据，加上刚进来这个医生马上确认了泰勒根本就没有生这个小孩。
Doesn't look like she had a baby. It doesn't? No. Okay. Does not look like she had a baby. Come here. Ready. 于是最终泰勒还是承认了他跟雷根爆发了肢体冲突，并从雷根的身体里取出了那个婴儿。而在这个时候，医护人员还有护士都一直要急救这个婴儿，但最终仍宣告不治。DNA 的检测也很快的证明这个小孩并不是泰勒的。当天泰勒就被逮捕，并且要面对谋杀还有绑架罪名。法庭的记录显示，雷根的身上共有113处钝器所造成的伤口，除此之外，他要符合勒颈的伤势。法庭上的犯罪重建专家说到，两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扭打，泰勒在多达5个不同的地方都有刺伤过雷根，而这一切还都是发生在雷根的3岁女儿还在家里的时候。杀害了雷根以后，泰勒用粗糙的剖腹方式剖开了雷根的腹部，取出了那个尚未出生的婴儿，而他用来杀害雷根的那把刀子还被留在现场，就插在雷根的脖子上。带着还活着命悬一线的婴儿，泰勒就上了公路。然而短短不到半小时以后，那名刚刚讲的州警就把他拦下来了。2021年1月22号，鲍伊郡的检察官正式对泰勒求处死刑。根据德州的法律，极刑谋杀 （capital murder） 不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就是死刑。2021年年底呢，辩方也曾经申请过要更改审判的地点，理由是因为案件在当地发生大量的报道，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找到公正的陪审团，但这样申请很快就被驳回了，所以这个审判还是在鲍伊郡上面执行。也因为案件实在是太受瞩目了，鲍伊郡传唤了数百名居民来做陪审团审查，是当地最大规模的陪审团候选池之一哦。选陪审团过程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到了2022年的8月才结束。2022年9月12号，泰勒正式出庭受审。然而泰勒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已经没有办法摆脱他杀了雷根的这个事实，所以其实整个法律核心呢，都是聚焦在那个女儿从肚子被拿出来的时候，她是活着还是死的。辩方主张那个婴儿在雷根死亡以后是没有呼吸的，所以绑架这项罪名并没有办法成立，泰勒也就构成不了极刑谋杀。这一点之所以关键呢，是因为在德州的法律之下，极刑谋杀通常是要伴随其他的加重罪行才能成立。在这个案件中，检方呢就是把杀人罪和绑架罪结合在一起，才让泰勒符合极刑谋杀，也就是被判死刑的资格。所以辩方如果能说到绑架罪不成立的话，他很可能就可以逃过一个死结，这个案情也就会变成一般的谋杀罪。但检方的一名医生就作证提出了，这个小婴儿在抵达医院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心跳的。检察官在庭上推论哦，泰勒是在早上9点36分被拦下来的。他在这个时候还告诉了州警，这个小婴儿大概已经出生了35分钟，而救护人员在抵达不久之后，就让这个小婴儿恢复了脉搏。所以如果这个小孩子在救护人员抵达之前都是没有心跳的，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还可以把脉搏给救回来？2022年11月9号，评审团在仅仅1个多小时的评议以后，就判定了泰勒有罪。在量刑的被害人陈述上，雷根的母亲在法庭上当着泰勒的面前谴责了他杀害了自己的女儿，还剖开他的身体偷走了那个孩子，并说到了他是一个恶魔的化身。雷根的妹妹艾米丽也有机会跟泰勒说了话，她说她一直在安慰自己说一切终于已经结束了，因为泰勒在他们生命中的负担实在是太久了，久到他甚至无法不带着对泰勒的恨去单纯的想念自己的姐姐。在陪审团建议之下，法官也正式的宣布对泰勒判处死刑。随着这个死刑的判决，泰勒成为了德州死囚监狱的第7名女性，她还是德州这12年以来第一次被判处死刑的女生。如今33岁的泰勒被关押在德州的盖兹维尔的女死囚区，即使已经坐牢了，泰勒的说谎还有操纵的本性还是没有改变。他被指控做出各种违规的行为，像是他会用谎言来虚报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会把囚犯的衣服撕开来搞得更暴露，他甚至跟一些男女囚犯都维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截至2026年6月，泰勒的死刑日期还没有被确定，在德州必须等这些死囚把所有的上诉程序都用尽，法院才会安排行刑的日期。所以这个程序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还是要走上好几年吧。那今天案子就这样，你们怎么看这个案子？你们觉得死刑太过分了吗？留言告诉我。下回见，拜拜。